直接冲过去就是了。哦，好啊，马参谋长，有点意思啊。是吧？就是战场太局限了，装备火力用不上啊。城市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陆军的作战形态。这里的各个街区和楼宇间的攻守对抗、楼房结构、院落布局、地下盘管、商铺住宅的城市运用、城市狙击作战的新战法研究，这些都是现代和未来战争经常遇到的课题。我们的训练呢，就是针对未来战场而设计的。山豹旅的训练呢，与外军训练原则相似，训练像打仗，打仗像训练。说什么？训练像打仗，打仗像训练，训练不就是训练吗？我们要求训练就跟真打仗是一样的。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是我们的日常训练课。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战士们到了战场上才会感觉和训练中很贴近，心理压力小，打仗跟训练一样轻松。有意思。队长，一边好。有点意思。王队长，走。走。为什么不把对面的狙击手干掉？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这就是城市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城市战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有点意思啊。肉眼是不可能发现深藏在高楼内的敌人的。王旅长，跟我来。王旅长，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系统的热成像技术，对整个楼房进行多方位扫描。你看，
这个光点呢，就是刚才这名狙击手，他现在正在向上层移动。怎么才能消灭他呢？现在还消灭不了他，因为他现在呢，至少与我们之间隔了2层墙壁的距离。只有等他再次靠近我们这面的狙击点时，人和枪才会暴露在最少防护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锁定他。哦，厉害啊！有点意思啊！这都是我们旅长设计的，不错。当然，啊，漂亮。没想到你的指挥所是这个样子。这个呀是全数字化的指挥中心，每天的训练情况可以在这里实时看到。来，您看看。好。郝参谋长，给王旅长介绍一下咱们全数字化指挥所的情况。是，在这里，可以对全旅各兵种、各专业和不同岗位进行自动考评，各班排和单兵个人也可以从网络系统回放复盘，查看自己当天的训练情况，总结训练中出现的问题。这套指挥训练系统比以往传统的训练方法能提高200%的效果。能提高这么多呢？是的。这套系统呢，其实就是我们全旅实力的大数据库。士兵从入伍第一天起的训练情况，包括体能、体质、心理素质、技能参数等，全部录入大数据库，以供随时调出用。如单兵技能达到某一级别的标准之后，就可以自动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科目训练，而不用与还未达标的士兵继续重复初级和低级的训练。因此，能帮助士兵在有效的服役期内合理调整训练强度和技能难度，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合理部署兵力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三分队已经在左翼登陆，20分钟后迂回到107高地一侧，与机降的特战大队会合。怎么不和陆航协同好呢？啊！直升机比坦克早上来3分钟，3分钟，敌人就可以重新组织起火力。我和他们沟通了，可是干扰太厉害。我想告诉他们，今天的海流有变，让他们进入的时机推迟5分钟。可怎么喊他们都听不见，电台里全都是杂音。马上去解决问题。是。已经安排人正在解决。旅长，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知道了？怎么？你带手榴弹来了？808旅王可征把韩鹏臭揍了一顿，听说打得还不轻呢，浑身多处骨折，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了。听谁说的？我的消息一向灵通啊！还有，王可征因为受处分，本来都提了军副参谋长，命令都宣布了，结果又收回去了。你这个版本啊，内容基本属实，但夸大的成分多了些。2人弄了场散打，山豹旅参谋长郝建国和旅长韩鹏2个人没打过808旅旅长王可征。韩鹏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旅里休息了3天。王旅长提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命令，是因为上次演习受处分而推迟宣布。这是官方的，转弯方。王可征这次可倒霉了。其实啊，我也想教训教训韩鹏那小子。来，
可是咱们不能犯王旅长那种鲁莽行事的低级错误，你说对吧？对，太对了，旅长啊，这一点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学什么？你看，你对韩鹏总是异乎寻常的热情，而且你能化敌为友，你又那么谦卑，那么虚心，一点架子都没有。要是我啊，真的很难做到。是吗？是啊，而且谁都说不出、道不出什么，还显得我们诚恳主动。他到机场，你还亲自去送我，这是多高的贵人！东拐，训练结束后，把部队直接带回。小梁子，到，把旅长的吊钩带上。是。旅长啊，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总是那样有风度、游刃有余，我真的要向你学习很多年呀。不用学就会。韩鹏他们是在执行战区陆军首长的指示，虽然我们并不欢迎他们，但还要落实首长的指示。该欢迎欢迎，该请客请客，该送行送行。礼节也是一种文明。别看他们级别不高，但来头就小。跟他们小心点。他送材料我收下，他说啥我听啥，有用的我就吸收，没用的我就不用。哦，对了，韩鹏他们上来就抓信息情报，这招确实狠，也确实高明。我在情报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猎豹小组，把韩鹏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了数据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山豹旅再次对抗，估计要轮上恐怕也要2、3年了。那就先秘密准备着吧。轮不上，但韩鹏运气，一旦时机来了，精准打击，定点清除。怎么也得让韩鹏当一回909旅的俘虏。对，俘虏来了，俘虏来了！别急，很有可能是条大的。够大的。同志们，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808旅全旅上下开展一次深刻的支持教育，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全体官兵从今天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今天起勇敢地甩掉我们身上的优越感和荣誉包袱，以耻为鉴，奋发进取，不怕耻，认识耻，化耻辱为动力，知耻而后勇。今天，在我们的军史馆里，举行808旅有史以来第一块记录耻辱的铭记碑——知耻碑的揭幕仪式，就是要给全体官兵，尤其是干部们敲响警钟。808旅如果再不思进取，再不跟上时代的步伐，再不站到训练改革的前沿，808旅就会像这次演习失败一样，被时代的大潮掀翻，沉没。旅长提议要把这块碑放在我们的军史馆内，和我们旅取得的荣誉放在一起，并希望由此能够成为808旅的一个规矩，让史实成为一面镜子，而不是一道光环。希望全体官兵能有一颗平常心，做到宠辱不惊，既能正确对待成绩，也能正确对待挫折和失败。下面，请旅长为知耻碑揭幕。大家都看到了吧？我王可争
正为何亚洲的名字，永远刻在了这上面。刻下了名字，就是立下了军令状。808旅翻不了身，我们将是永远的罪人。谁让我们是808旅现任的2位主官呢？我表个态，从今天起，我王可争只干一件事：打翻身仗。对我自己，只有一个要求：不负使命。对808旅来说，不如番号，战旗不倒。同志们，作为中国军人，我们必须做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从今往后，一切要以战场为背景，一切要以战士为标准，一切要以打赢为目的。我还要求你们，从今天起，1年之内，808旅不再发布一条有关成绩、表彰、立功受奖的消息。我们的行动口号是：知耻后勇，卧薪尝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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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政委，您怎么来了？红毅啊，从狼山基地回来过后，我一直想找时间和你聊聊，可这事情太多，没顾得上。总结大会上你发表的意见，我认为是对的，有积极意义。可是有些想法跟旅长不太一致。有时候我看出来了，你是欲言又止啊。是，不想再说了。为什么？说了也是白说，他得罪人，工作上没改进，我和他的矛盾反倒加大了。这么说，比说要好。红毅啊，你是对楚旅长个人有意见呢，还是对旅里的工作安排、工作思路、思想作风、生活保障方面有意见呢？主要是对旅长个人有看法，因为旅长的态度和言行直接影响了全旅。我对他的意见，也是对旅里工作的意见。好，你说清楚一点，也好，我在你们之间有个沟通。我觉得根本不懂现代战争的规律和特质，又不愿听别人的建议。我带着特战大队在狼山潜伏了6天7夜呀，最后把特种兵当成一般步兵来使，那特种兵特种作战的优长，我怎么发挥出来？你可能是误解楚旅长，他对整个战法是通盘考虑，他认为你们特战大队潜伏
悬殊太大，所以才等到炮弹到位，摩步营布置到位，才发起总攻。如果没有炮火准备，炮火攻击，你们上去了也站不住脚。这不还是他们老一套的传统战术吗？先炮火轰击，再步兵冲山头，看上去挺热闹，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这套东西解放战争就在用，教科书上也都有。哦，光你们知道，人家蓝军不知道啊，1500公里，费了9牛2虎之力把炮船拉上去，原指望他们可以彻底摧毁蓝军的前沿工事，可最终呢，10分钟不到啊，让人家给灭得干干净净。说这武来气，你呀，江小信，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咱们的网络通信被人家控制着，把炮兵阵地设在33洞高地，这个情报几天前蓝军就知道了，也不马上变更，硬往上拉。蓝军的电子侦察、直升机空中侦察、太空的卫星侦察，早就把朱团长他们盯得死死的了，能不被人吃掉吗？弘毅啊，也许旅长考虑的没那么周全。是啊，他这方面考虑的可能不太周全，可他摆样子演给首长看，考虑的可是十分周全啊。说白了，这不就是拿演习当演戏吗？特种兵作战的原则就是近距离避敌，我们都已经潜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了，却让我们像步兵一样去冲锋，这完全违反了作战原则嘛。如果把炮船的2个营分别设置在另外2个相距较远的地方，如果摩步一营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出来，如果电子对抗营能先一步主动出击，首先对蓝军实施电磁覆盖，数字指挥方舱，跟着指挥所行动，而不是跟着装甲团坐火车。如果这样，2个摩步营同时对535阵地发起正面攻击，我的特战大队再从侧面和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和偷袭，我敢说，909旅绝对不是今天这种局面。弘毅啊，旅长也很后悔这件事情啊，以后不要再提了啊。你不提，我也不提，大家都不提，都当和事佬，这叫总结吗？上来就定调子，3七开，谁还敢讲话？好，你所说的这些，我会说服旅长的。弘毅啊，你后边还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想转业。你说什么？我一直主张，我军不能等到敌人打进国门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子，要让我们的部队知道，未来战争原来是这种样子，是这种打法。偏执！现代战争天天发生，没吃过猪肉，还没看到过猪跑呢。清晰度怎么样？很清楚，没问题。好，马上传给参谋长。是。洞3，我是洞1-2，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发现异常，可以发起攻击。洞1-2在侧翼掩护，洞1-3、洞1-4敌将。目前大门有2名士兵在站岗，洞1-5控制哨兵从正门攻击。明白。这里是军事基地，请您离开。啊，兄弟，我是旅游公司的，我有名片啊。什么名片都没用，这里不是旅游地，你走错了啊。你看啊，这儿就一条路，你说我不从这儿过，从哪过？是不是？哎，兄弟，你过来，你帮我看一看，这儿就这一条路，你说我从哪过？没子弹啊！你到底是什么人？说出来怕吓死你。我们是山豹旅。洞1-5已空取地面。走吧，兄弟们。我们是山豹旅特长队的，今天晚上来炸毁油料库，
我命令你们放下没有子弹的武器，留在房间，不许出来，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有机关，快拿枪！班长没子弹了。快打电话！是班长。主任，仓库遭到袭击。是，不行，可能是暴徒。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刚知道。不可能，你又忽悠我。怎么可能忽悠你呢？哎，往战区陆军送资料的孙参谋刚才来电话说这个沈参谋长呢根本就不在，联系不上，去陆航旅了。所以呢，我只能让警政行动提前行动，否则的话咱们就暴露了。那不对啊，我还没签字呢。这点小事你不签字没事儿啊？我不签字不符合程序啊，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也可以顶的呀。能有多大雷呀？又不是几千万、几个亿。下回一定啊，好不好？怎么样？行动十分顺利，特战分队已经进入目标区。告诉郝参谋长，1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是。动作3，10分钟内结束战斗。明白。韩鹏，过来。你不让我签字，是怕首长问责下来，你好把我撇出去，一个人承担责任是吧？你是政委，想逃是逃不掉的。再说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是不是？你太不够意思了，和你在一起工作，我后悔终生。你看你这暴脾气。各小组注意，孟涛小组警戒掩护，其他作战小组30秒撤离，30秒撤离，撤！抓紧时间，快，抓紧！洞3，洞15撤离成功，洞15撤离成功。3小组准备完毕，可以撤离成功。拜拜了，兄弟们！乐乐，这次你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你也不看是谁带队啊？啊，不过不是我啊，是孟涛。啊，乐乐班长，明明是你嘛，怎么变成我了呢？因为你是新兵。新兵？新兵怎么了？我告诉你，咱们山豹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有了功，班长必须让给战士，老兵必须让给新兵，排长必须让给班长，连长必须让给排长。这是哪儿的规定啊？这是国外的一支很牛的特战分队的规定，也是兄弟连规定。你们是？
一会儿向你的领导汇报，就说我们袭击了车厂，这边所有的车辆都放置了磁性炸弹。你们到底是？我们是海外派来的恐怖分子。不对，你们是山豹旅的，肯定是。哎呀，聪明啊，知道就好。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是炸掉这边所有的军车。来，马上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让我们领导赶紧过来，否则30秒之内开始起爆。我不信，你们不敢。啊，不信是吧？你们还真炸！值班室，王参谋，我是306战备车厂，这里遭到袭击，车厂发生了剧烈爆炸，快派人来啊！他们说，领导要是不过来的话，会把这里所有的车辆都炸飞。看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海外，他们说是海外。你们还要干什么？啊，没事了。刚刚我们给狗打了麻醉针，一会儿就好。你们待在这边，别出去啊！车上全是磁性炸弹，有热感应触发装置，临靠近不爆炸。等领导来了，我就遥控解除。如果领导不来，嘿嘿，那就等着后半夜一个一个爆炸。哎。你们值班也很辛苦，给你们带了宵夜，别忘了吃。没水？怎么了？班长，没水？没有水？对，快去看看这水阀打开没有。班长，里面有炸弹，全部退后5米。班长，是假的。我们走。电瓶啊，什么玩意儿啊？主任，你看，山豹旅干的。他们山豹旅想干什么？主任，你看，还有这个，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等靠近一点再打。打！撤！首长同志，怎么了？没事，没事。马上去车长。是。塑料的。你们怎么看这车厂？晚上都干什么去了？他们给狗打了麻醉针，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清楚。主任，要是演习，你应该提前跟我们通知一声才对啊！这样子半夜3更搞偷袭，弄得鸡飞狗跳的，既影响了士兵们休息，也影响了上班时间，怎么可以这样搞呢？而且他们还在路上伏击主任的车，
战区陆军前几天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消息，说是最近要搞一个警钟行动演习，可没有说今天晚上要开始呀，更没有说要袭击我们集团军的装备车厂呀。这山豹旅也太牛了吧！演习就演习嘛，有必要搞得像真的情况一样吗？主任，你一定要向战区陆军首长汇报一下情况，要不然山豹旅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我已经向首长做了口头汇报，你们再仔细的核查一下损失的情况。报首长，装备没有任何损失，军警也醒过来了。山豹旅还留下了夜宵，说是我们执勤很辛苦，特意犒劳我们一下，我们谁也没敢吃。还是热的，你们拿过去吃吧，不吃也浪费了。谢首长，不要谢我，要谢山豹旅。战区陆军机关炸了锅了。邢司令员，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嘛！山豹旅是专业化的蓝军，可不是专业化的土匪。如果任由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下去，我们军还怎么正常工作？不止这几则，有的是呢。这都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吗？是的，昨日凌晨3点，前后持续10分钟，油料库、战备车车厂同时被袭。有没有人员伤亡？油料库战士1支枪被缴，人员被压在会议室门外，仓库主任受了点轻伤。好的，杨副军长，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会查实的。是。报告，你。司令员，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不可思议的事？是，就在10分钟之前，有人给我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请阁下清查财务账目，看是否被黑客转走2000万军款。”2000万？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条恶意短信。如果真的是恶作剧的话，司令员，这可太过分了。核实了吗？已经派助理员去调查了。这样，你先回去，搜证人员查一下这个钱的去向。是。喂，什么？真的被划走2000万，在山豹旅的账户上？好，司令员，这钱被山豹旅账户转走了。你们财务账上的钱怎么会让山豹旅给转走呢？这，给你发信息的这个人，就是偷走钱的黑客。是，还好这钱没被坏人转走，还在咱们战区陆军的账户上趴着，只是换了个单位而已。这样吧，回去好好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丢失的东西。同时呢，彻底查一查，漏洞究竟在什么地方，漏洞还有多少。是。司令员，保卫处长来电话，情报处干部处都有文件被盗，均遭到黑客攻击。看来韩鹏他们动手真快呀！哼，这是事先下了通知的，要是事先没有个警钟计划和吹吹风，还不知道出现多大的纰漏呢。这件事情，上级已经知道了。消息传得这么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不是千里的事了，一上网，坏事传全球。哼，韩鹏他们那边还没有动静。对，你看看，这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参谋长，这是韩鹏他们谋划的警钟行动的具体方案。是的，这是他们送来的。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们是昨天晚上10点钟送过来的。我看了一眼，只是一个演习方案，又这么晚了，我想等今天上午看完了之后再给你打电话的。可谁知道，这山豹旅的计划是昨天晚上开始行动。是，通知韩鹏同伟来见我。是。参谋长，我到司令员那去一趟，还不知道司令员要发多大火了。哎，叶参谋，这是怎么了？参谋长昨天一路上都不放心，虽然这是一次计划中的演习，但具体惊动哪个单位、什么时候发起，首长还是想具体把握一下，就怕山豹旅他们分寸把握不住，再有些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想到他们先斩后奏了。那参谋长担心什么？参谋长现在最担心的是专业化蓝军的事业刚刚起步，反对和质疑之声就已经不绝于耳了。
一旦负面的声音过大，再惊动了陆军的首长，专业蓝军的事业，就可能一夜夭折。有这么严重？哼，说不定参谋长都得牵扯进去。陈参谋长，你去把战区陆军党委会的精神原原本本地告诉山堡里的同志们，不要让他们泄气，要给他们鼓劲儿。我知道。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光有司令你我的决心那是远远不够的，要形成机制，专业化的蓝军部队，这毕竟是新生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瑕，对吧？训练模式没有形成，机制制度都不健全，那肯定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大家有意见也是正常的，这比起我们10年前，那成立 DH 要困难很多呀。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想到，那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下一步该怎么走？你跟山堡里的同志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研究一下。副政委，说实话，我挺喜欢山堡旅的这帮年轻人，有思想，敢实践。但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在特定的中国国情下，怎么扮演好假想敌这个角色呢？怎么掌握好这个分寸？我们真是没底了。哎呀！井中行动风波总算平静下来了，山堡旅也将转入战斗力全面建设方面。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808和909两个旅，这是战区陆军的2支拳头部队，他们的改革转型成功，将对战区陆军其他部队编制调整和训练改革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但909旅似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而808旅则根本就听不到动静，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加快速度！大队长，这次选拔出来的队员是要参加国际安保任务，你可要一个个给我过关。这个请旅长放心，绝不会给旅里丢脸，更不会掉链子。好，有你这个保证，我就放心。来，坐。哎，对了，旅长，我上次送上去的报告你看了没有？什么报告？就是关于增加特种兵300米低空跳伞科目训练的报告。好像有这么一个报告，可是还有一个潜水训练的。潜水？不是，我都送上去2月了，你看没看啊？看了，看了，我肯定是看了。那是因为什么给放下了？哦，是这样。老洪啊，你那报告我看了，我是这样看。你提出的那个贝斯计划，让特战大队所有战士都要掌握300米低空跳伞技术，是吧？对呀，哎，这是特种兵敌后投送、快速接敌的有效手段。士兵们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越短，隐蔽性越好，突击性越强。你这个想法是好的。还有，你提出来要求特种兵掌握50米水下深潜技术，对，我不应该表示反对，因为都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但你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危险性大，是吧？对吗？危险性太大。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保障措施。还有一套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是，这我相信。如果没有把握，你也不会给旅里打这个报告。哎，我说的对不对？对，但不能强求，不能强求全大队都做到。哎，可以选几个尖子，组成一个小分队，将来参加各种表演比赛，尤其是上级领导来参观的时候，让他1、2手绝活。这我不反对，但弄的人太多了，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有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再科学也有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啊。
现在的兵都是90后的独生子，万一摔一个兵，我们对家长怎么交代？我劝你啊，不要搞全员都能达到低空跳伞的要求。你这个贝斯计划和想法是好的，但以后再说。光要那几个尖子表演有什么用？我要的是一支能形成战斗力的队伍。这以前没有低空跳伞，不也有战斗力吗？国外的特种兵低空跳伞那是必备科目。国外有计划生育吗？这个计划生育挨得少吗？红毅，你听我的没错，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那中国军队的训练标准就一定要比国外的低吗？红毅，你怎么总是跟我抬杠啊？啊，你想办的事儿，我就必须得批吗？这不是我个人想办，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的需要。你帽子戴得再大，也不行，你就是武断，不思进取。红毅。红毅，我跟你没有一点个人恩怨，你再用这些大道理压我也没用。我学的比你多，见的比你多，安安全全度过这年，对你有什么坏处？也不会影响特战大队的战斗力。你自己看着办。司令员和政委已经肯定了你们山豹旅的做法，这一点你们干部心里有数就行。我为什么要这么说？首长的意思就是要多做事儿，少张扬。首长，我们也没张扬啊，我们连个军事馆都没有，拿什么张扬嘛？当然了，不张扬最好，但是你们打了胜仗，加上偷袭战区陆军机关，山豹旅已经名声在外了，一举一动让人们感到了你们身上的霸气和傲气。这对你们山豹旅的建设很不利啊！这一点确实得注意。这次战区陆军专门以专业化蓝军建设为议题，召开了党委扩大会，统一了认识，并要求战区陆军各部门、各单位从自身找原因，不要不服气，不要搞窝里横，要参照外军找差距，对照实力找问题，在观念转变上要下大力气。但是你们自身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啊。我们自身的问题。你看看，这就是问题，起码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吧？啊，或者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问题，才说出了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战区陆军首长是希望山豹旅的领导班子同志啊，要学会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有些事情不宜急于求成，要学会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首长有放弃专业化蓝军的想法，回到原先的互为蓝军的模式。首长可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首长有顾虑。首长以为啊，观念的转变不在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的确，这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么说，我们是太超前了。人家外军早就走在前面了，而且在不断的发展。咱们要是现在回到零点，那就是望尘莫及了。对，我们当然不能倒啊！战区陆军为什么要组建专业化的蓝军旅啊？就是想让训练更加的贴近实战。这已经在前几次的对抗演习中显现出来了，对暴露问题、引领训练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假想部队的出现会给部队官兵带来一种危机感，让部队官兵意识到，战争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做好今天就打仗的准备，做好打胜仗的准备。以前建制单位互为蓝军的训练模式并没有错误，基地化训练、没有预案的背靠背演习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没有过时。而专业化蓝军部队的组建和探索，是在原来的训练演习模式上的一种补充和提升，是训练手段的多样化，更逼真，更加的贴近实战。专业化蓝军的出现，与传统演习模式应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取而代之。战区陆军决定，今年秋天的澄海风暴演习，山豹旅不参加直接对抗的任务，由908旅和两栖装甲旅参演。那我们干什么呢？山豹旅利用这段时间呢，尽快熟悉新装备，并形成战斗合力。
好了，走了。韩猛，你的扩招指标已经批下来了，标准没变，但是我的建议是宁缺毋滥，侧重高学历的人才，也要注重一些特殊作战的士兵。士兵嘛是战场作战的主体，我们要注重那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才，但是同时对那些小能人，还有那些小专家的特殊人才，也不能或缺，智和力缺一不可。智和力，对，清一色的大学生不是不好，但是扛枪负重、摸爬滚打，没有强壮的体格，没有特殊的爆发力和耐力，同样不适合战场作战。挑选独特的专业人才，也是蓝军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走了。动武车过驼峰的时候干嘛减速？怕什么？颠的蛋疼啊！这趟没诚意。5动6车出发。5动6车好样的，这才是80-80的作风啊！参谋长，把蓝军叫上来。是。发动拐，发动4，发11，出击！报告指挥部，靶场发现异常情况，不知哪个单位的坦克跑到我们的射击区，是否停止训练？猪啊！死到临头了，你还有心思请示呢？等死吧你！指挥所，我是5动3，我的车被不明来历坦克击中，发动机失火，这是怎么回事？笨蛋，光会喊就不知道打吗？拿坦克当宝马开呀！好，咱们实际。参谋长，这小子是谁？5动拐车车长是去年毕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小胡，叫胡东升。记住他，这才叫军人，这才叫打仗。5动拐，我是王可正。5动拐收到，首长请指示。打得不错，我请你小子喝酒。哎，旅长，又忘规矩了吧？什么规矩？不打翻身仗，808里谁也不能喝酒啊！感谢首长鼓励，我不想违反禁酒令，请首长送点咖啡。我错了。5动拐，感谢你直言不讳的批评，敢于直截了当的批评旅长，我给你记3等功1次。谢谢旅长，请把这一功记在山报里名下。这小子搞错了吧？怎么记在山报里的名下？是啊，这小子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说得好，说得有道理，这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好样！听好！大家站！好，现在转入室内突击科目。是。